花海航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科幻小说《不合时宜的本能》，作者中推移，作品选自《科幻世界》2018年第12期。又一次天崩地裂的震动，贝达和埃尔法像突然被塞上一列过山车，开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上下颠簸。这波折磨的最后几十秒，他们感到一股强大的加速度把地板升高了过百米。过山车在最高点停了下来。贝达和埃尔法其实是两个机器人，尽管外观和人类无异，他们被丢在这个维修室已经长达好几年了。如果不是头顶和身后恰好有几条钢梁在支撑，这所维修室可能熬不过长达几年的地震期。贝达和埃尔法的传感器告诉他们，这是近几年最高的一次地震。事实上，每次地震都接近于这个震级。维修室的储电即将耗尽，用电器将一个接一个关闭，我们只能在这狭窄的空间里慢慢等死。贝达虽然可以通过数据接口瞬间传递大量的信息，但他依然喜欢用语音和埃尔法交流，这是当年他为人类服务的习惯。你怕死？你的系统里有求生程序吗？他们将我送给家庭用户时，就把人性本能写入系统，好让我看上去像个人。可一旦要回收，他们就把求生、繁殖这两个基本程序删掉。埃尔法机械地叙说事实，并没有不满和批判。贝达说，维修员上次给我重装到一半时，地震断了一下电，导致我的程序不完整。不过我能感觉到一些次要的本能程序我还保留着，例如好奇心。埃尔法用同样的口吻说道，我没有好奇心，但我依然对你说的这个子程序很感兴趣。贝达回答道，哼，这只是你对外界的基础应答反应而已。不过现在我最想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怎么了。外面的世界指的是机器人公司还是地球、宇宙？埃尔法不接受模糊的定义，每一个前者都是后者的子集，所以你可以按最后一个理解。贝达一边说着，一边尝试着打开门。不用浪费时间了，门是打不开的，经过那么多次强震，可能锁得更死了。埃尔法袖手旁观，在他看来，循规蹈矩地待在原地才是最恰当的。这反而提醒了贝达。贝达找到工具箱，并花费了好长时间，最终将门打开了。他们走出了困住他们长达几年的维修室。他们原本对机器人公司的内部了如指掌，但是外面哪儿还有公司的影子？只能隐约看到几十米开外大幅度倾斜的高楼。夜空下，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危险的悬崖边，维修室就像倚在刀削的白色山峰旁。贝达向后退了2步，突然脚下踉跄，滑了一跤。他仔细一看，地上厚厚一层冰。公司处于亚热带，怎么会有这么厚的冰？埃尔法的传感器传来数据，经纬度正常，海拔8901米，重新测量，数值不变。他机械地说，什么？这比珠峰还高，已超出理解范围。贝达问道，是什么地质运动能导致这里比珠峰的海拔还要高呢？贝达小心翼翼地走着，脚下发出悉索之声。原来冰面上还有一层雪，冰雪反射出一种诡异的颜色，红褐色。光来自于夜空中的明月，这颗明月硕大的害怕，其表面好似被人用红棕色和褐色的彩笔纷乱地横涂出几条环带，其间夹杂着几个鹅蛋状的暗红斑。贝达注视着文献转动，很快就得出了其自转周期和运行轨迹。木星，它怎么会离地球这么近？我大概明白为什么这里会变成了冰川高原了，幸亏还未达到洛希极限，要么地球估计已经被撕成碎片。在如此的庞然大物面前，地球怎会有还手之力？巨大的引力作用将4大洋倾翻在世人头上，
高于1000米的海潮反复滚过5大洲的陆地，无论是帕米尔高原还是格陵兰冰川都无法幸免。木星还残暴地让潮汐力撕扯着大地，把地球当成网球一样搓拍，致使冲击平原在区区几年间隆起的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不过贝达相信自己立足的机器人公司旧址肯定不在目前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地方，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直在地震。如今一个木星年之中，木星2次与地球擦身而过，可怜的地球被太阳系最大的行星蹂躏，现在黄赤交角估计早超过了23度26分了，地球自转速度也变了，黑夜更加漫长。埃尔法一直沉默不语，他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现在跟着贝达才是埃尔法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你发现没？木星运行的是一条离心率很大的椭圆轨迹，只是不知道它为什么偏离了原来的路径。明知不会得到同伴的回应，贝达仍在说话。他望着木星表面那堆怪斑，一个个如旋转的泡沫般。贝达和埃尔法来到坍塌的机器人车间前，贝达慢慢将身子探进去查看。你确定要进去？埃尔法机械地说道。贝达回答道，我闯出维修室可不仅仅是为了看夜景。埃尔法低下头，率先爬了进去。贝达在后面启动应急光源，额中和眼部射出绿光，光线虽弱，但是足够让具有红外感应器的2个机器人看清建筑。断裂的墙壁，折断的机械臂，待组装的机器人肢体，散碎的金属件儿，仿佛有个巨人把车间的杂物倒在一块儿。如果不像维修室那样刚好结实的梁柱，这一角车间肯定跟其他建筑一样早已震碎。2个机器人对他们的诞生之地既熟悉又陌生。在里头转了一圈，贝达发现杂物底下还有2具干尸，低温缺氧的环境令他们还保留着死亡的姿势。埃尔法粗鲁地将其从杂物中拉了出来。被人类删去了人性程序的埃尔法可不懂得尊重人类，更别提是死了的人。贝达耐心帮尸体清理积雪，然后从他们身上摸到了一部手机。贝达将手机扔给了埃尔法，拿着，我到里面再看看。话音刚落，地震又来了，一根很粗的钢柱迎面砸来，把贝达腿部压住，任他再如何推搡，钢柱纹丝不动。埃尔法本已爬上屋顶，正要往外面钻，这时却又跳回来帮助贝达逃离。贝达喊道，你先出去，等地震停后把我挖出来，那时你可能已经埋得很深，永远挖不出来了。埃尔法语调还是那么冰冷。突然整个墙体一下被掀倒，木星狰狞的面目又一次出现在他们面前，整个车间倾斜，钢柱隆隆地向旁边滑动，竟从埃尔法身上滚了过去。贝达脱困了，他迅速拖着埃尔法急忙从屋顶钻了出去。地震终于停了，他们逃回维修室，发现里面的灯暗淡了许多。埃尔法伤得不轻，他已经站不起来了，背后的火花焦灼了一片，但他伸出右手拿出一部手机，是刚才贝达从尸体上找到的。刚才感激你救了我，贝达说，也许你没有看上去的那么无情。像你说的那样，这只是我的基本反应，程序代码起作用罢了。埃尔法依旧很平淡地说。贝达回答道，人类基因不是也是自然代码吗？但道德就是这些代码产生的呀。贝达在对手机信息进行读取，他在里面发现了好多关于末日来临前人类最终道别的信息。他疑惑着，人类不是有畏死本能吗？但为何即使在大难临头面临死亡时，他们居然还有心情撰写感受，还配上图片？他们指望谁来看？埃尔法喃喃道，难以理解，生存本能是个怪东西。
贝达耐心地翻着手机，终于看到一条信息。由于流浪黑洞的体积很小，其不发光的性质令光学天文设备难以观察到，所以直至撞击木星前2个月，它才被天文学家因光线扭曲而发现。木星被流浪黑洞撞击后，公转轨道已经发生改变。目前联合国还未能确定木星的运行会发生如何变化，希望大家做好防灾准备，不要恐慌。贝达禁不住冷笑，还未能确定木星运行会发生如何变化，我们往天上望1分钟就能推算出木星的新轨道。埃尔法仍躺在地上，如今他只剩下几分钟电量，他不得不切断所有非必要的电路，但贝达将充电接口插进对方体内，向他分享自己不多的电量。连没有好奇心的埃尔法都问道，你的意思是人类忌讳死亡的信息，可是在他们的文化里，不是认为只有正视死亡才能懂得生存吗？贝达说道，你说过生存本能是个怪东西。庞大的银河系中存在着数十亿颗恒星，每一颗都处于生命周期中不同的点。科学家认为，如果按常规推测，一些质量巨大的恒星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会发生坍陷，并最终演化为黑洞。拥有巨大吸引力的黑洞充当无形的宇宙真空吸尘器，吞噬所到之处的一切物体，就连光线也无法逃离它的魔爪。科学家最初认为人类无需有任何恐慌，因为黑洞被认为是固定不动的。但近年来，科学家找到确实的证据，证明银河系中存在流浪的黑洞。如果一个黑洞真的进入太阳系，并与地球成为邻居，人类世界会发生什么呢？